不管是工作还是交朋友，我都只喜欢纯粹的好人，我只会跟这一类人合得来。如果这个世界是一盘巨大的狼人杀，那么我认定的朋友就是我心目中的铁好人。而且每次在这个行业里面交到新的朋友，我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我们不是朋友，我会成为他的粉丝吗？每次的答案都是会。其实我们不太推荐大家买 CCD， 虽然我自己经常买，我是因为手欠。CCD 其实拍出来大差不差，反应很慢，而且容易坏。就不愧，如果你是 iPhone 的手机啊，我们比较推荐大家买 iPhone 5S、iPhone 7、iPhone X， 对吧？还有吗？没有了，够了。任意一台都可以，它拍出来的画质其实都跟 CCD 差不多，就算稍微有差别，也是可以通过后期来调整的。我们平时用相机就是差100倍，就是拍一些比较清晰、高清晰的照片。其实索尼的也很好用，也不错。我们发现索尼的真的很好用。其实我觉得相机每个型号、每个品牌都还可以。以前我们很爱用佳能，因为它很透。对。然后现在觉得富士它的滤镜不错，然后索尼现在觉得它的对焦速度很快，然后它也有了滤镜。对。所以其实各个品牌都有它的优缺点。啊，还有拍立得的话，我一直是用的徕卡的那一台，真的很经久耐用，我用了好多年了，一直没坏。贵有贵的道理，也可以不买。这是真的，拍立得也没什么好买的，因为后期都能修出来拍立得的效果。可以，而且打印甚至也可以打印进去。比较分情况吧，如果是我自己喜欢的事情、感兴趣的事情，我可以不吃不喝不睡。但如果是收行李箱这种事情呢，我可以拖延很久，我会收2分钟，玩半个小时的手机，然后呆呆地看着毫无变化的行李箱，不知从何下手。我有的时候觉得自己需要活300岁，因为别人1天之内能干完的事情，我得干3天。其实我看的动漫不多，我身边的朋友吧，很多人都爱看那种王道热血漫，然后我比较爱看搞笑番、纯爱番。所以每次他们问我你最近在看什么动漫呢，我都很不好意思的回答，我在看冰属性男子与酷酷女同事和山田君进行 LV.999 的恋爱。4月是你的谎言。我是看这种画风的，我容易模仿动漫里的一些行为，并且把这种行为带到表演上。我经常会在拍戏的时候发出这样的声音，哈，不想死的话就给我闭嘴，就这样。然后拍跑步的戏，有的时候我会手刀跑。以前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问题，直到有一天我拍一场老师上课点名的戏，所有的同学都在回答到，坐在我侧后方一个男生，他回答oi，我当时oi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呀？我错了，我会好好改正自己的。而且我看动漫就是淡淡的喜欢就看一下，偶尔很不专业的 cos， 希望没有打扰和冒犯到喜欢这个圈子的朋友。我会说，我情不自禁的感同身受于你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有哲理？这个答案我想了很久。如果要说我对于自己爱的人有什么不一样，那应该就是我会更理解他们的感受，更愿意去体会他们的感受。高中那会儿，林宥嘉出了一首歌，这是一首合唱的歌。第一句爱是谁说出口？当时的他如何形容？对方听懂不懂？对，我就是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世界上第一个说我爱你的人是谁呢？接吻又是谁发明的呢？大家都是从电视剧里学的吗？还是说现实生活中有人真的接吻了，然后电视剧里才这么演的？大家接吻的时候又在想些什么呢？为什么情侣出门会牵手呢？人类真的太神奇了，这些事情都是怎么发明的？反正我经常会想一些这样的问题。请回答1988、初恋、哈利波特、四重奏、伦敦生活。伦敦生活其实是我拍失效的时候看的参考片，还看了一些别的片子，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，你们肯定想不到。西游记、
也是我当时的参考片。唐僧和孙悟空，你们可以在 B 站搜空藏，谁来懂我一下？别在外面说啊！还有个动漫叫做《和山田君进行 LV.999 的恋爱》，还有2个日剧，一个叫《朝五晚九》，一个叫《Animals》，这也是我当时的参考片。我有一部分歌单是影视剧的 OST， 我真的很喜欢听演员带着角色的感情去唱歌，比如说林依晨，还有一位是菅田将晖先生，他之前有给哆啦 A 梦的电影唱过主题曲，那首主题曲我在拍反派的时候经常听，因为我觉得反派很像一个纯净的童话故事。小五弟消失的那场戏，我就想的是这首歌。我们在准备一个角色的时候 OST 也是还没有出来的，那么我就会在自己的歌单里面挑选几首作为这个故事的一个基调，或者是给这个角色定的角色之歌。拍小美好的时候是这首。你像一座孤傲的岛，有自己的牵绊。还有一首是五月天的如烟。你们知道这首歌会让我想到哪场戏吗？想到我们去那个恐怖的宿舍里面玩笔仙那场戏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一首是拍《机智的上半场》的时候，我和麦老师隔着一条马路告别，我对他说，也许你以为我对你的喜欢是带着光环的假象，总有一天会消失巴拉巴拉，谢谢这4年来你对我的照顾，要跟他说再见。这首是给失笑的，我觉得特别特别贴。这首歌是我给秦岚的主题曲，你们听这一句。可以吃屎，但别细嚼。我学滑板的时候，每次下坡我都超级紧张跟害怕，但是呢，我会把这种害怕给说出来，就是一边站在坡上面，一边嘴里念念有词。完了，我这次真的要死了，手好害怕。就这样念出来，一边说一边集中精神。我觉得害怕也是需要被表达出来的，说出来就没有那么可怕。我还要补充一点，人生的容错率其实是很高的，比如我一无所知的来到这个行业，成为了演员，也走过非常多弯路。就像一个第一次学滑板，没有带护具就站在高坡上往下冲的人，虽然很多次摔个鼻青脸肿，但如今也在被屏幕前的各位喜爱和支持着。失去的东西不重要，留下来的坚守住的东西才重要。以前呢，我的牙不太齐，我戴过一段时间的牙套，但是我跟牙医说，在不影响我做表情的情况下，别给我整得太齐，我想保留一点不整齐的感觉。精致和完美的事物并不会吸引我，有生命力的东西通常都不是光滑的，它们一般是磨砂质感的，是刺痛的。比较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，我的性格里有敏感和内耗的一部分，但其实我很喜欢这一点，因为这对我的工作很有帮助。甚至在别人眼中的我的不自信，我也没有想过要特意去纠正它。这种不自信是我不会自我崇拜，也不轻易的崇拜其他人事物，保持自信，掂得清自己的斤两，但绝对不是一味的打压自己。像我这么爱拍照的人，肯定是带着欣赏和认可的眼光在看待自己的。保守的表达和行为是我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。如果还没有能力跟世界做对抗，那起码守护好自己的底线。只要不是人性上的恶，内在哪有什么绝对的优缺点呢？外在就更不用多说了，审美都是别人制定出来的规则，
他可能只是暂时的没有偏向你。我一直觉得执着于满足别人的期待是一种微妙的自我暴力，更重要的是它会让别人赚到你的钱。基本上很少有人能够踩到我的雷区。我发现我这个人是非常双标的，我对喜欢的人和不喜欢的人完全是两种态度。我对喜欢的人会无限包容，对不喜欢的人呢就是漠视。真是厌蠢症要犯了，真可爱。我很宅的，不社交不出门，工作很忙，下次一定 call me， 我打飞的过来。哪里好笑？好笑，太好笑了。我是因为看电视的时候看到一句台词，说爱的反义词并不是恨，而是冷漠，我就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这么双标。我很讨厌吵架，也很讨厌大声说话，讨厌没有耐心。我喜欢陈述事实，讲清道理，给出解决方案。小时候我爸妈很爱吵架，虽然他们感情很好，但是他们小吵不断，所以我长大之后就决定自己不要变成他们那样的人。如果非要说一个雷区的话，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听别人跟我说，如果你要是听我的，就不会怎么样了，都跟你说了吧。这种话我不是很爱听，像我这样的犟种根本就听不了这些。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女演员叫满岛光，她说过一段话一直很鼓舞我。她说，拍电影的人就像落下无数雨滴的人，不知道在什么时候雨会落在谁身上，也不晓得在什么地方会感动到谁。演完《故意》之后，我就感受到了这段话的意义。还有就是我的表达能力变强了，我的感受力变强了，我对于作品的创作有了自己的标准。当然了，也有一点点副作用。大概在杀青的前一周，我们拍摄了大量的情绪戏，比最后呈现给大家的要多一些。对我来说是一种情绪的透支，我当时也没有学会如何调理，所以杀青之后，我整个人变得很沉默，而且别人对我释放善意和友好，我会卡顿一下，不知道该怎么做回应。总之就是有点奇怪和冷漠。虽然我什么都没有说，但是文姐那个时候发现了我的状态有点让人担心，没有整理好自己，反而在不断的透支，工作上也受了很多挫折。当然我不是在卖惨啊，反正就是他督促我搬过来的。我也很清楚自己不能被困在原地，被糟糕的状态消磨，所以就决定换一个城市。文姐说意志可以消沉，但是工作不能停滞。她每个周末都会带我出去玩，给我拍很多好看的照片。那个时候我们决定开始运营抖，定的目标是1月1号之前做到300万，现在已经实现了。反正每天都在想要拍什么东西。他去上班，我就去健身，去爬山、滑滑板，坐地铁，跑去文妈家吃饭。很快我就好起来了。搬来这边不影响我的工作，其实因为我在北京也不出门，不社交，有工作我就飞回去了，很方便。原本的朋友都挺忙的，能见面的机会就很少。很多朋友过来旅游或者工作都会问我在不在，我挺开心的，跟朋友之间的联系反而变多了。曾追求的梦，还梦不梦到命运的路口，带你缓缓走向我，让我深深的爱过，才终于学会，即使笨拙也要执着。如果你记得我，你和我曾走过拥有你的此生。如果你忘了我，别搞我，正是我在懂。陪着你走。怎么会有一只牛啊？今年的幸福时刻对我来说有2个，第一个是我得知文姐有预言的那天，我们期待预言太久了，
文姐备孕了很长时间，而且备的比较辛苦，我都跟着一起焦虑了。另一个幸福时刻就是失效定档的那天，而且那种幸福不是普通的幸福，是一种习惯了坏消息和失望之后突如其来的幸福。即使它重重的从天而降，把我砸晕，我也会面带微笑的幸福。我本身是喜欢全力以赴的人，所以只要是我尽力去做的事情，我都不会遗憾。也许大家对失效的播出结果会有一些遗憾，但在我心里，失效杀青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觉得很圆满了。我完成了一个很喜爱的角色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，我对人生有了新的体会，所以后来的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额外的奖励。原本不确定的事情，我不想提前跟大家说，但是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了，生日见面会会有的，快乐的大人2我们也在准备了。大家再多给我们一点时间。最后呢，有一些祝福的话要送给大家。首先要祝大家健康，其次祝大家自得其乐。我们今年的关键词是手持正步，拼命为我加油的大家，也不要忘记为自己加油哦。新年快乐！